杨明达，我现在有一个能让你戴罪立功的机会，你干吗？我正在执行一个特殊的使命，能让你成为一个当之无愧的战士。瞧你说的，明天我还来呢。真的吗？那可说定了啊。哎，走了啊。慢走啊。哎。先生个头挺高啊。眼神不错呀。什么能瞒得过我的眼睛呀？别跟我扯，好好给我按，多使点劲儿，我这身子骨受力着呢。那我们从哪开始呢？先按后背，慢点来。手法不错，就这么按。先生是哪里人呢？你看呢？听口音，像是北方人。你的力度再大点儿，我感觉不到你了。这样呢？不够。先生还挺受力的呀。我要让我的每一根汗毛都能正常工作。先生说话可真幽默。先生是干哪行的呀？送信的。在邮政局工作吗？差不多吧。我是专门给人送死亡通知书的。好笑吗？不好笑。你是嫌死的人还不够多吗？每一次轰炸都要死上上百号人。就这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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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个地方。哎呀，给我好好按。一到下雨的时候就疼得要命。要不把毛巾接下给你按吧？不成。你还怕羞啊？不行。
我还能再见到您吗？马上要执行任务，估计在武汉还会再多待些时日。等等，明天你再来，我给你好好安那些伤。帮我好好收着，没事的时候呢，就看两眼，下次再来的时候，见着我就不害怕。来，啊，宁夏，来过来一下。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呢是徐上尉，是委座专机飞行员，也是此次行动的带队长机。今天晚上，我们将转至成都，在凤凰山基地进行秘密训练。第一，你们要尽快的掌握和熟悉马丁飞机的各种性能。第二，要根据此项任务的特点，加强各部门人员的应对能力。这第三呢，可能你们要开始适应一种新的生活。隐姓埋名，卧薪尝胆，让我们一起去塑造中国空军真正的空中利剑。是。地面观测轰炸的效果怎么样？海尔装过孙连仲部回电，下午3时，他们的确看见了5架标有我军机徽的大型沃特轰炸机出现在战区上空，并对日军机谷阵地进行轰炸。那就对了，是我们国际飞行队的沃特飞机。由于双方阵地犬牙交错，几乎是近距离的白刃格斗。轰炸对日军损失轻微，部分炸弹落在我军阵地。孙连仲部损失了一些官兵。孙长官建议我们停止类似的空中支援。怎么会这样？孙将军建议，我们空中的攻击目标应集中在日军在济南和泰安的指挥所、交通桥梁，或者是坦克车群。上校，你已经很不简单了，在如此短暂的时间之内，你能把一帮不务正业的散兵游勇组织到一起，
组成一支空中洋枪队，支援我们的地面陆军。你别安慰我了。这一次，我们的收获与成本并不成比例。上校，你应该领会这次正在进行的台儿庄之战的意义。与淞沪战场、南京保卫战不同，这场战斗是我第5战区的全体官兵主动捕捉战机，集中兵力围歼敢于突出冒进之敌，并且紧紧地咬住了狂傲的2个日军师团，给予他们从未有过的痛快的打击。尽管战斗依然十分惨烈，但是我军在心态上出现了从未有过的激昂和自信，并且他们能够冷静地从战争的规律来考虑空军的空中支援。上校，这是件好事啊！因此，我们也应该认真考虑他们的要求。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现在回去再重新计划一下。我认为孙长官的建议很有道理。你们的国际飞行队应该把目标锁定日军在济南的指挥中心，这比要摧毁他们的几门野炮要有用得多。那我就马上回去动员，准备。等等，上校，我想用一下你的英式飞机给我。没问题。做什么用？是夫人要用。夫人要用。明天是我们先总理中山先生的忌日，国父亲陵为日本军所占领，这正是我国人痛心之处。夫人昨天来电话，让我们空军考虑在国父纪念日派出一架飞机出现在南京，在空中祭奠我们的国父，以寄托万千国人的哀思，也向日本占领军昭示无国家整体神圣之本位。这的确像是夫人要做的事。夫人近期的所有安排，都旨在强调全体国人的精神。我明白，我的英式飞机仍然是目前中国上空最快的飞机，但是谁来驾驶它？刘长岭。白天我还在航委会的走廊看到你呢，怎么一转眼就不见了？毛长官找我谈点事儿。谈什么呀？你自己是搞情报的，不该问的不问，不知道吗？行，我不问，你自己小心就是了。什么事儿让我小心？你别忘了，空军所有的核心机密，我都经手的。哎呀，那看来我是在关公面前耍大刀了。放心去做你的事儿。明天武汉至南京，全线空防哨，全部全军值班。军统以及中共在敌占区的特勤也会严密监控敌空军基地的动向。你就记住，至少有1万人以上在保证你的安全飞行，不要有后顾之忧，放心去飞。大胆是成功的一半，你不是孤独的。你呀，就是太明白了。我刘长岭心里这点悲壮之情，让你这么一说，全没了。
高大作那句老话：“心一热，天就蓝了。”这才知道，梅花从不被任何人怒放。够了吧？够了。妇委会昨天已经把2筐白玉兰送到机场了。这份是代表委做的。昨天他开了1夜的会，不能早起，权且由我替他代劳。你这就亲自送去，转告飞行员，我会替他们和总理祈祷的。是。赐为我4万万同胞之精神意志，借助我空军的翅膀，尽情宣誓挥洒吧。就是要明明白白地告诉日本人，首都依然是我热土，寇渴望，我亦渴望。明白了吗？明白啊。好，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一架师大非武装波音飞机超低空突入南京，在中山陵园上空盘旋3周，打下花瓣后，超低空向西消失。我的天哪！指导人
这是什么？哦，这是汉口至宁波之间7个导航电台的位置和频率。不错。那我们的马丁飞机是否也加载了这种短波通报机及无线电定向仪？我们和欧亚航空公司商量，由沃克运输机上拆卸下来的。哦，能借到就不错。你们的远程作战，多数都是在海上飞行。这无论是航空指挥、地面联络及天气预报，我们很大程度上都将依赖于我们的通讯保障。这又是什么呀？啊，这是我们请西南联大的天文系教授为我们制作的本月夜间月亮盈亏时间表，以及长江流域的梅雨季节规律，还有东南沿海的潮汐图。没办法，对日本本土轰炸，必须有一个月光皎洁的夜晚。好。哎，徐上尉呢？已经被派到宁波去了。哦，我们让他在当地直接观察和推测东海海面的气候变化。看来你们的工作进行得非常深入。不错。副司令，你看，我们已经拟定好了，对日本佐世保军港还有八幡市进行重点轰炸。哎，等等，我此行来就是为了告诉你，计划更改了。计划更改了？怎么改的？我空军单机独闯南京，在上空，我们祭奠了中山陵。这件事在全国的影响很大。委座对这一战例非常欣赏，于是他决定，我们的远征计划不用炸弹空袭，而改用传单，御敌以精神上的震撼。怎么会改用传单呢？你看一看吧，这是修改后的远征计划。传单委座已叫沃莫洛等人正在撰写印刷。具体行动时间，航委会会根据各情况酌情定夺。云铁，台儿庄大捷，日本人不甘心失败，他们调集了3个师团，南北夹击我徐州。我徐州几十万将士，随时都有覆没之险。那就更应该炸他们。你听我说完。委座决定采纳李宗仁的想法，放弃徐州。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国民的心理上必须要有一个重大的胜利来弥补这一失落。所以明天，我们的远征计划在时间的确定上是具有重大的意义。你明白？我们将竭尽全力，保证完成任务。航空兵团参谋长森川军雄，海军航空部兵器部长渡边广太郎大佐，海军支那航空兵团司令官德川浩敏。
没想到，在这座中国式的店内，能吃到如此可口的日本菜。海军历来四海为家，还总把他乡当故乡。英雄豪情，英雄豪情啊！渡边部长，您作为海军航空兵器的部长，此次来支那，你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先进战机？问问我们的试飞员藤田少佐。各位将军，这次我大日本帝国由意大利进口了最新式的 BR 战略远程轰炸机。部长带着我们想在支那的上空试验一下 BR-20最大的续航能力。计划由南京起飞，首先直飞北平，然后在空中折转山西运城。祝你们早日完成试验。渡边部长，我们一线部队盼望着早一天拿到你们的意大利飞机。藤田少佐曾创造制空时间最长的帝国飞行员，他所试验过的飞机将保证海军轰炸部队从南京出发，无需中途加油，直接轰炸重庆或者是兰州。可惜啊，本来调拨给我们的飞机，却在台北损失了。部长不会忘了吧？森川将军，作为海军兵器部部长，理论上我已经将那批飞机列在你的制表上。我们的敌人是从你负责的防区起飞，炸掉我们那批飞机的。是的，部长，我们的航空兵团确实应该对台北事件负有责任。敌人设置在武汉的航空基地，对帝国的利益有很大的影响。我们正在设法改变这一局面，以便跟上陆军在陆地的进展。藤田少佐，既然你是试飞员，你是否认识山下七郎大尉？是30试验队的川上大尉吗？是的。山下七郎已经改名，我们都习惯叫他拼命三郎。有戏。不像我们有些高高在上的东京官僚，在他们的眼里，根本就没有前线部队的需要。你代我替他问好，告诉他，希望他早一天驾驶着新型战机重返支那战场。是。我们已经飞行了6个小时，是不是已经接近了最大航程？差不多快到了吧，已经达到1700公里。小心，前面有云层，下降高度，往运城降落。哪儿来的飞机？进去。肯定是搞错了，这绝不是运城，向左转，继续找。连长，是小日本的飞机。啊？那就给我打！打向小日本，全体举枪，听我口令，一起打！部长，只能紧急降落了。走，这是哪儿？打！部长，我们中弹了。
处长。山西我军17军的情报主任来电，昨日该部击落了一架大型日机，机上的6名成员全部摔死，并缴获一批日军文件，已托3大队的交通飞机带来了。这步兵也能打下飞机了？我日语专家已将此批文件翻译，证实了这架飞机为日本海军航空本部兵器部的试验飞机。机上死亡人员包括兵器部部长渡边广太郎以及试飞员藤田雄太。这批文件都为意大利新型轰炸机的试飞技术数据。也是巧了，现在作战双方都在对远程战略轰炸机进行技术模拟。人有千算，天有一算，也算是苍天有眼，让他们的飞机掉下来啊！看来，意大利的飞机在技术指标上已经超过了贵国的卡秋莎。日本是世界上最擅长模仿的国家，但他们对意大利的飞机做了多项改造，很少全盘照办。日本人的技术进步，得益于他们有中国这个最大的武器试验场。而至于你们苏联人，在机枪瞄准器上取得的重大改进，不也是在中国战场上获得的灵感吗？如果上校看着眼红，为什么不劝劝你们的总统，也派一支支援队过来呢？在所有缴获的文件当中，最有情报价值的，就是兵器部部长的日记。我来给各位长官念一下日记的最后一段。晚宴在中国委员长的行宫里举行，德川浩敏将军为人忠厚，是个不错的长者，而森川将军显然少年得志，态度倨傲。我在台北事件上有意顶他一下，以致宴会后他拖住我，不断向我阐述他的所谓天长节对武汉的轰炸计划细节。我知道他是想挽回面子，姑且听之。回到饭店，我再一次向实验小组交代明天试验飞行的要求，希望明天一切顺利。所有的情报价值就集中在这一句，向我阐述他所谓天长节对武汉的轰炸计划细节。一句话，时间、地点、人物、行动目的，全有了。我不太明白，天长节是什么意思？所谓天长节，就是日本天皇的诞辰日，4月29，也就是后天。这句话的可信度非常高，因为日本国民每年在这一天要向他们的天皇进献礼。大家行动了。今天就是想商量一下，我们如何应对此事。你们看，目前的徐州会战极为残酷，险象环生。假如我60万大军放弃徐州，有序的撤退至为关键。可是如果日本人在武汉上空得逞，势必搅乱军心，那样就会重蹈淞沪战场大面积的溃败。所以，我空军必须取得胜利，以鼓舞全国军民。这样的话，是不是可以把我方在南昌的驱逐机主力全部调来武汉，在这里与日军决一死战？如果你们支援大队的40架主力机群，再加上我第3、第4大队，本钱嘛倒是够了。可是这种大规模的机群调动，会不会惊动日本人？日本人要是发现了，会不会来呢？非常有可能不来。日本人的嗅觉是非常的敏感，到现在，他们已经在武汉安插了很多的他们的情报引线。我有一个办法，用你们中国话来说叫障眼法，具体做法是。
成都那边怎么样？正在准备着呢。哎呀，你好啊，你是天降大任呐！什么大任呢？就是给残疾人找个差事。我就希望能做点实事。现在飞不了了，得让你们这些能飞的人好好飞呀。我这次来呢，是来做个油箱。我希望能把马丁飞机的那个炸弹舱呢改成个大油箱。那你炸弹放哪儿？以后再告诉你吧。哎，说说你，你跟那个情报处的小丫头发展的怎么样了？非常好。我是谁呀？那是一般人吗？那什么时候结婚呢？结什么婚呢？结婚那是我刘爷办的事儿吗？哼，别人不了解你，我能不了解你吗？你小子就是嘴硬，也老大不小了，也该成个家了，给自己留个后。哎，那丫头不错，你们俩倒挺般配的。啊，如果你不好意思，我让你嫂子出面，跟你好好说道说道，说个媒。行，别说我，说说你吧。哎，怎么着？这假肢换了以后不习惯吧？没少摔跟头啊！哎，要我说呀，一条腿挺好的，至少见了长官不用打地震了。要打仗了吧？明天苏俄40架次要落地，我们协同配合。羡慕呀，真是羡慕。羡慕什么呀？我还羡慕你呢，能完成这么重要一次轰炸任务。我他妈就不是飞轰炸机的，但凡有可能，我就让你带上我，咱他妈也上小日本的逛逛去。别，等会儿，该我了。刚才你下来，我看见了。刘爷，这是为什么？让我们搞集体起飞、巡回表演呀？不是你哪那么多废话？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都什么时候了，还搞花架子呀？真没有意思呀！我说小广东，你是不是在医院待傻了？知不知道什么是命呀？你什么意思呀？我告诉你啊，飞行手册第1条，长官说的话是对的；第2条，长官说的话他还是对的；第3条，如果不对，请参照第2条，他还是对的。